没想到先来的不是大疆的 Pocket 4P， 而是影石的 Luna Ultra。包装不算大，我买的是创作者套装，可惜买的是黑色版本啊，白色感觉是一个全网断货的状态。这真的是国行版吗？怎么整个包装上一个中文都没有？一个包包，感觉这东西应该全都是在这里面。包装上写了一些创作者套装的配件啊，不过我们就不看。这就是这次 Luna Ultra 的一个本体啊，带一个保护壳。弹的不是很顺畅吧？按了之后啊，哎，这次它又正常弹开了。这个防风罩它直接就给你贴在机身上了。这个冷启动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要慢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开机的原因。这次它应该是意识到很多人喜欢拿它竖着来拍这个全尺寸的分辨率，所以它现在竖屏横握拍竖屏的状态下，它这个 UI 界面会直接变成一个竖屏的状态，然后等到横屏的时候，它也会转过来。刚发售啊，居然还有一个新的固件。那等它下固件的途中，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吧。数据线，这是影石新出的那个墨水屏的麦克风吧，一个增广镜，一个带螺纹接口和迷你三脚架的一个小底座。不过这个三脚架确实是有点小啊，它配上 Luna Ultra 的话，那么长一个可能会不是很稳定。然后是一个长一点的续航模块，本质上是一个充电宝，所以也有新的这个3C 认证标，可以带上飞机。哦，它这个续航手柄居然也是带这个迷你脚架的，无论你带哪一个底座出去啊，其实都可以当一个三脚架来用。然后它刚发布有一个新的固件需要更新，那么等这个固件更新完，我们就拿出去看一下它的实拍表现。刚拍它就跑了。因为快递下午才到啊，那么现在就简单的聊一下这个 Luna Ultra 的使用体验。那目前这个口播呢，我也是用 Luna Ultra 来进行拍摄的，大伙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画质。那这台机器体感最明显的呢，肯定还是长焦的加入啊。缩放到3倍开始呢，就会切换到60毫米的长焦镜头，画质的表现上还是不错的。再往上缩放呢，就是数码变焦，画质的劣化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但很多时候拍得到其实比拍得好更重要。最高12倍数字变焦下的画面啊，在 Luna 小屏幕和微信 QQ 缩略图里还是至少能看出在拍什么的。但多摄模组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双镜头的一致性。我觉得 Luna Ultra 做的还算不错啊，但肯定还是有提升空间的。因为大疆 4P 目前还没有出，所以就只能和手机的多摄做对比了。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，手机多摄镜头刚兴起的那几代，不少手机在缩放的过程中啊，会出现画面不连续、白平衡、色彩都不一致的这个情况，你能明显感觉到画面是切到了另一个镜头的。那 Luna Ultra 除了清晰度的变化，从主摄切换到长焦的过程中呢，画面的连续性做得还算不错，但还是能感觉到白平衡啊稍微跳了一下。不过刚才也说了，这算是多摄模组的通病了。然后是手持云台的通病啊，无论是大疆的 Pocket 还是这台影石的 Luna Ultra， 这种机器没法抑制在垂直方向上的抖动啊，也就是走路时带来的起伏啊，毕竟这种是机械结构上的问题。那广角端还算可以接受啊，放慢一下脚步，走平稳一点，画面就很可用了。但在长焦下，这种抖动就会被放大，所以我觉得3倍以上的长焦画面还是少走动比较好。
像呼吸、手抖这种幅度的抑制还算可以，但一旦走起来啊，画面的抽动就比较厉害了。那画面表现上的感受啊，目前就是这几点。接下来我想聊聊 Luna Ultra 上我比较喜欢的设计。首先就是这个可分离的控制面板，单兵作战的神器啊。像之前一个人拍固定机位，首先得先做好构图，按下录制再走进画面里。那现在呢，就可以直接远程监看和构图。那拍女朋友的时候，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控制面板交给她，我们就只需要充当一个三脚架和快门线的作用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以往我用 Pocket 录 A-Roll 的时候啊 ，Pocket 的监看屏啊，很容易反射到我的眼镜上。那 Luna Ultra 的前面板拆下来之后啊，我就可以方便查看画面的同时呢，把这个前面板放到一个不容易会反射的角度。剩下的像拍照模式可以直接拍 Live 图，横持拍竖屏 UI 会自适应切换，这些就不细说了。反倒是第一次做手持云台的 Luna 能有这么多的配件生态，让我很是惊喜。像什么第一人称的头锥模块、滑动保护壳，我都还挺喜欢的。可惜这些全都要单独购买。那么我后面应该还会再出一期关于 Luna Ultra 的详细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感恩家人。有想问关于 Luna Ultra 的问题啊，也可以发在评论区里，我有能力的话会尽量解答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Peace。